大家早安。今天看到我没有戴帽子了，不是因为我不怕冷，是因为我们今天要去景福宫。都去景福宫的话，那就一定要玩那个韩服体验嘛。所以今天等一下会 cosplay 一下，但就真的超级冷。然后去景福宫，如果你有穿韩服的话，听说门票就是免费的。안녕하세요，我现在是朝鲜王朝第69代皇帝李冠廷。好像怀孕。什么怀孕？这是要有福气才撑得起来，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大部分的人都是穿什么臣子，只有我是穿国王，好不好？我现在是朝鲜国王。小王现在是好冷。公主是吗？好冷。是公主。他有说你的身份是什么吗？没有。景福宫呢，它是盖在13几年的时候，后来在丰臣秀吉攻打朝鲜的时候，景福宫就被毁了。后来呢，朝鲜王朝又把景福宫重新恢复了。恢复之后呢，一直到中国因为甲午战争战败，朝鲜就决定不再臣服于中国了，就决定自己也要当皇帝。这时候朝鲜才有皇帝。叫大韩帝国，但大韩帝国寿命很短，因为马上呢又被日本人打了，日本人呢又把景福宫给毁了，日本人毁了景福宫2次，他们这次不仅毁掉景福宫，他们还故意在景福宫里面盖了一大堆日本人的建筑，有点像是台北总督府，就像盖了一大堆他们的行政机关。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，日本战败嘛，所以就撤出韩国，撤出朝鲜，撤出以后，他们又再重新把景福宫给盖了一遍，然后把以前的那些日本的那些殖民建筑全部都拆掉。这边给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啊，大家记不记得之前 Netflix 上面有一个僵尸片，叫什么？不知道，我怎么知道？我记得一开始叫做李氏朝鲜，然后被韩国人抗议。为什么他们会抗议这件事情呢？是因为一直以来古代那段时间都叫做朝鲜时代。一直到日本殖民的时候，日本人才把这段历史叫做李氏朝鲜，因为国王姓李嘛，所以李氏朝鲜这个名字呢，对韩国人而言是有一个殖民的色彩在，所以他们也要转型正义，就把李氏朝鲜改回朝鲜时代，所以他们才会这么不喜欢这个名字。很幸运，我们进来的时候刚好可以看到守门将的交接仪式。鼓声响起，就代表换岗仪式即将开始。现场很像唢呐的声音，叫做太平箫。不同的旋律代表着不同的命令。조선시대 수관장은 홀문 또는 도성문을 지키는 최고 책임자로서 最后守门将会交接宫门钥匙。现在2位守门将通过军用口令和守门将牌互相确认身份，互敬军礼。整个仪式大概会进行20分钟，结束后可以去门口跟守门将合照哦。就算没有买门票，你还是可以来看这个表演，展示一下小帮手的头发，很用心哎。女生有特别编织，男生都没有。我们现在真的进来景福宫里面了，我觉得配合这个一些雪地，超真实的回到古代。又有一个王了。他是红衣黑帽，
我是黑衣红帽，我们选色逻辑是一样的。黑红搭。朝鲜王朝第一个国王叫做李成桂，他其实是泉州李氏，李多惠也是泉州人啊。哦，所以搞不好李多惠其实有皇亲国戚的血缘。都旁支到不知道哪里去。是啊，然后李成桂称王的时候是在开城称王，但是他把首都选在了汉城，也就是首尔。这边就是国王开早会的时候，大家就会在这边站着，然后跟皇帝报告你要讲的事情，所以这边就会有你的官品。数字越少，你的官越大，你就要站得越前面。所以九品芝麻官就是他九品嘛，最低等的。然后像芝麻一样小到不起眼的官，他是到最后才变成8省巡抚。那是什么？后来查资料才知道，这个铁环叫做차이 구리，是在烈日或下雨天用来搭天幕的。不过看起来天幕的范围也只有正3品以上的官才有得遮蔽。勤政殿，我要站在这边拍一张。为什么我堂堂一个朝鲜皇帝，还是要拿包包的好吗？还要帮忙拿外套，还要帮忙拍照。这是什么皇帝命呢？我今天的配色还是有经过巧思，我当国王还是要穿紫色，因为紫色古代也是帝王的颜色，因为紫色是非常难得到的染料，王公贵族甚至国王皇帝才有资格穿戴紫色。拿着包包的皇帝，这不干了。这就是以前国王的第一视角，你的子民，我的子民，我的韩子民。正对江山，指指点点。勤政殿是举办国王登基大典，还有平日处理国家政务的地方。远方那座山头看起来超酷的，很帅的山头，很帅的修正殿。转头过来，一间很现代的咖啡厅。要去喝一杯吗，公主？你看没有穿韩服喝咖啡？这边是庆会楼，感觉就是朝鲜君王在这边看大家表演。这胡结冰哎，上去溜个冰呢？原来也会掉下去。公主去溜个冰，那个冰应该很薄。我这一生如履薄冰，你说我能走到对岸吗？以前他们应该就在那上面，喝着酒，唱着歌，吃着火锅。我们现在来到康宁殿，康宁殿是国王睡觉的地方。国王除了读书和休息等日常生活之外，还与大臣不拘礼节，所以这边的大臣可以对你不拘礼节。我看的韩剧不多，但其中有一部韩剧我看了很多遍，叫做《奸臣》。所以嘞，里面的国王真的跟大臣们不拘礼节。跟大臣，国王跟大臣。我真的很想要试试看，钻进去厨房里面看看。我是不下厨的，但是我是喜欢吃东西的，想来厨房看看有没有东西可以偷来吃。小桂子与小玄子就是在厨房相遇的，偷吃东西的时候认识真朋友。有没有烧厨房的水景？内烧厨房这边是制作早餐、午餐和晚餐的地方，外烧厨房是宴客用的。他不给我看看厨房长什么样吗？我们在景福宫外面看到了这个，这是怎样？这是怎样？这是怎样？朝鲜国王心酸画面流出。你怎么坐在这里吃平民的小点？我被赶出我的家园了，我被赶出我的皇宫了。我只能在这边看着这陌生的一切。但我看你吃这个挺开心的，是不是很好吃？真香。哇，远方有一个金光闪闪的人。那个是皇后吧？哦，你老婆？我老婆是吧？那我去找她。拜拜。拜拜。
拜拜，我先走。我要这个老婆还是那个老婆嘞？我全都要。我记得很多韩剧，国王在跟大臣们在中间吃喝玩乐的时候，然后就会有刺客躲在四周的墙上，那边吹暗箭。所以通常大家在上面快乐吃饭喝酒的时候，就是最危险的时候。好冷。你今天的台词就这样了。除了好冷，没有其他的台词。那还想来冬天的韩国吗？可以去日本。现在是不是开始讨厌冬天了？怎么可以讨厌冬天呢？冬天那么漂亮。这个地方叫做吉玉斋，是朝鲜时代的时候他们来接待外国使臣的地方。参见大王。爱卿平身，你远道从台湾而来，可有不便之处啊？路途还算顺利，就是通卷太不方便了。那是因为你没有使用eSIM，使用eSIM免换卡、免翻墙，轻松使用网络，不用再去电信行排队，不必再使用退卡针，超多国家、超多套餐可以选择。现在就点击说明栏我的专属购买链接，现在还享有5%回馈哦。前面这一座宫殿也叫乾清宫，是朝鲜王朝最后一位国王高宗跟王后居住的宫殿。但是在1895年的时候，日军发起政变，闯进乾清宫杀了明成皇后，所以这里也变成了一段历史的伤痛。房间内也能看到象征朝鲜王权的日月五风图。随着夕阳西下，朕也准备要回宫啦。你的宫是在城外是吧？朕到处都是家啊，四海为家。四海为家啊。我们今天这套服装呢，去的是西花服装，它就在景福宫的旁边。换好衣服出来，过个马路，立刻就到，非常的近。它在地铁站4号口出来，里面有很多可以说中文的，可以说日文的，可以说英文的。到后面我基本上看到人，我直接开口就讲中文了。中文真方便的。就不过这家店的道具可能有点少，所以我今天就没有拿什么剑啊什么的。但是小帮手就拿个小袋子。但他的衣服就蛮帅的。我是泉州理事啊。你真的是泉州理事？没有，我是甘肃理事。我是唐朝的理事，不是韩国的理事。但天下李家一家亲嘛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是白罐头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're not okay, and tell me what's wrong and why you